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无锡。大家刚刚从航拍的这种画面看到，这条路呢被称为重庆最惊险的道路，非常惊险的，因为上面有一个村落，相当于是一个悬崖村。那这条路呢是进出这个村落的唯一通道。那经常有资料说这个地方呢女司机不敢走，然后呢20-20年的老司机也不敢走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就让女司机来真实的体验一下，到底难不难走，敢不敢走。现在我们就是一路上去，它这个地方到山顶的话，路程呢是分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刚刚空中看到了2座山夹着那个路，那个是最惊险的。还有下面有几公里呢是一个盘山公路，那么我们就先走一走盘山公路，再去体验一下那个2山夹着那个公路。现在出发。重庆很多都是大山，都是弯路，现在准备去体验了。出发了，一路都是上山，它这里的海拔呢也有差不多上千米。这个其实就是乡间小道，只能供1辆车辆通行。我们就要到那个山顶上去那一块石头。那这里的弯道呢特别多，基本都是180度的大弯。走这样的路，基本上一直都在大范围的打方向盘。我们就是从下面开上来的，越来越陡峭，越来越高了，就在上面，很恐怖的。这么陡这么小的盘山公路，一般人还真不敢开。这一段路呢，盘山公路是女司机开上来的，没什么问题，胆子挺大的。然后那个路呢，我刚才问了她，不敢开上去了。那里基本上就是之字形，全是180度，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。现在去上面看看。我来过重庆很多次，给人感觉就山多，开车不好开，很多时候要走盘山公路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夏天非常炎热。但是重庆有很多神奇的地方，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。各种奇特的东西在重庆可能都能见到。像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路叫做令牌石公路，属于重庆巫溪县，也算是一个网红公路。这条路是在2座山之间，有点像令牌，所以呢叫做令牌公路。我们都说重庆、贵州很多这样的山路都是在悬崖绝壁上走的，那么很多路跟这个路比起来，真的是小巫见大巫。经常说很多路有很多弯，但是在这个地方短短的400多米有18个大弯，基本就是常说的之字形180度的大弯，比比皆是。而且这个一直是绕着山上去的。我们看高度的话，如果不太了解，只直接看这2块巨大的石头就知道了。因为要到上面这个村落上去，这条公路是唯一的通道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从这块巨大的石头下面，然后一直开到石头的上面。在很早之前，这里其实是没有公路的，也就是说山间小道，进出的话采购生活物资基本上是扛着布袋，从令牌石旁边的夹缝中向上攀爬，返回家乡，就是非常不方便，就跟很多苗在大山里面的村落是一样的。那后面修建了这个道路呢，一开始是没有硬化的，只是普通的公路，那么进出的话可能只有摩托车，小车是无法进出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令牌石中间400多米，大概是花费了400万元，总共是18个弯，修建了这条令牌石公路。我们说进入这个悬崖村的道路其实可以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个最惊险的道路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概3.7公里的盘山公路。那个盘山公路大概是3.7公里，大家猜一猜我的小伙伴开了多久？大概是半个多小时，也就是说速度是极度慢的。那个盘山公路都开得这么慢，那么上面这个最惊险的道路大概可能估计要10分钟。但是呢，包括我的小伙伴都不敢开过去，因为网上看了资料，也问了一些其他人，都在说这样的道路30年的老司机不敢开，女司机就更不敢开了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，是第一个
车从这里上来，到了这个位置，正常要转上去的话，如果是我，肯定是一把转不过的，必须要先到这里，然后倒退一下才能上去。大家简单的看一下，从这个弯到上面那个弯，也就最多可能10几米的距离。你车刚摆正，马上又得那个转弯，所以在这里呢非常考验技术。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好几辆车，最下面这一辆车呢，也是转了好久才转上去的，很缓慢的速度，看看都快靠到墙壁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最下面的那辆车连第一个弯道都没转过来，还在后退。那中间的2辆车呢，它是爬到中间也上不去了，就往回走，也是前进后退反复的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。并且2辆黑色的还是市区的都没法上去，所以能体现这个地方的艰险，这个地方行走困难。现在3辆车基本是快到一起了，第一辆黑色的车还没掉过头来，他们在相互的交流，说上面上不去，不好走，都是准备回来的。其实他们一开始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想开车去顶部的村落看一看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。基本上每辆车转弯都必须前进倒退，前进倒退，这样才行。总共这几辆车从中间下来，我在这里都看了他们花费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，现在终于走出来了。但是看看第2辆车，它转第一个弯的时候，同样还是要倒退。第一个弯道还没有那么高，越到上面的弯道越高，那么有多少司机敢开这样的路呢？我估计很少。现在这条公路呢是有这种拦着的，我以前来的时候啊是没有护栏，那就更惊险刺激。因为现在这里呢算是一个网红公路，可能上面呢也会开发成景点，就有这种。而且发现没有，它这个护栏比我们平时看的护栏要高，差不多有1米高，因为这里太陡了，你如果车一下刹不住的话，它这个还能起到阻挡作用。现在差不多到了令牌石公路的最顶部了，从那里再往前走就是一个村落。那个村落呢，听说大概现在是20来户，其实也基本上是不舍得走的。如果说这条公路没有开通的话，那个村落的人一定会搬出来，因为没有路的话极不方便。但是现在有路的话，那些老人是不愿意搬的。我们看看啊，高度是这里，这样一直过去，等于是在这个石山的半中间。但是我们往下看的话，到山的顶部就是这样的，看到了吧？大家看一看有多少的弯，在这个上面，可能这个会车这里呢还有10米、20米，到最下面的话，那个弯过来连10米都不到，可能就5米。也就是说，你车可能刚摆正，就又要转一个大弯，180度大弯，那想想有多么困难，是不是非常恐怖？重庆的最危险的道路果然名不虚传。看到这里没有？这都是刹车印。那么这些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是摩托车的。摩托车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刹车的痕迹出来了。它这里进出呢，主要还是靠摩托车。我们在这里行走的时候，发现一辆车，它刚刚转了第一个弯的时候没转成功，然后又看了上面的话，就不敢上来了，准备掉头回去了。因为他也没把握，可能都是没有开过这样的路的。重庆最惊险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，今天终于见识到了。短短的400米的路程，18个弯，落差大概有300米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的路恐不恐怖？大家说是什么样的司机能够开这样的路？